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发。最近我做了一部 AI 短剧，角色是一个第一天上班的丧尸清洁员。721，专业冷静，专业冷静。是我自己的影子，这个工作到底谁要做啊？第一间清完了，也没那么可怕嘛。什么声音？去，走开！他在学我。你干嘛一直学我？你在这儿多久了？算了，随便你，走了。这个剧其实是我从一个故事想法开始做出来的，是用了 TalkView 的短剧工作室这个最新的功能。它不是只帮我生成一段影片，而是会先帮我把我的故事想法拆成5集故事大纲，还有角色场景用到什么样的道具，最后再一段一段的进到短剧影片生成里。如果你有看我上一支关于 TalkView 的影片，应该是记得我那个时候讲的是先把影片关键的画面规划好，然后再去生影片，这样就可以避免一直重来。那这次的更新叫短剧工作室又更往前进了一步，它不是先规划画面，而是先帮你把整个短剧企划给搭起来。所以我就实测看看普通人是不是可以靠这个短剧工作室真的把一个 AI 短剧的概念做出来。之前我就有讲过 TalkView 的影片智能体 VR 怎么去做不限时长的影片。那最近呢，它就更新了短剧工作室，可以直接点这里，也可以来到左边点开这个栏目短剧，你可以直接上传剧本、小说，或者呢输入提示词，也就是你想要做的短剧的故事想法。刚好我想接一个最近蛮有热度的方向，就是类似丧尸清道夫那种角色，但我不是要直接去照抄它的剧情。我觉得那类作品为什么真正好看的地方，其实并不是丧尸，也不是世界观有多大，而是它的角色设计很聪明。它不是靠很多台词在讲故事，也不是一直丢复杂的设定，而是用一个很有记忆点的角色，透过角色脸上的符号表情去表现害怕、紧张、尴尬、心软、勇敢等等这样的心情。这一点其实就很适合 AI 影片，因为如果你要一个 AI 一直生成真人脸部微表情，有时候真的会比较不稳。但如果角色本身就是电子面罩上脸上显示简单的符号，那反而就比较好去控制了。我的提示词是这样去写的：我想创作一部5集的短剧，灵感来自最近很有热度的丧尸清道夫类型，但请做成原创的角色和原创故事。丧尸病毒爆发后，城市里有些感染建筑仍然需要被清理和封锁。主角就是一位刚入职的清道夫，穿着破旧的防护工作服，脸上戴着黑色电子面罩，他不能说话，所有情绪都透过面罩上的简单发光表情来表现，例如冷静的直线眼、惊吓的大眼睛、紧张汗滴、慌张符号、小小笑脸。我让 AI 帮我保持了故事简单，不要加入复杂的绅士政府阴谋记忆晶片。我会把每一集只围绕一个简单的清理任务写出来。第一集他第一次进入感染建筑，第2集他第一次近距离遇到丧尸，第3集他第一次单独完成清理任务。接下来一只没有攻击性的小型丧尸开始跟着他模仿他的动作。第5集他终于鼓起勇气在关键时刻保护另一位清道夫，真正完成自己的成长。其实大家最近应该都有刷到一些用小说来生成短剧的内容，
现在 TalkView 的这个短剧工作室呢，就是可以让你把小说或者剧本上传过来，去帮你做单集的故事或者系列的短剧故事。那我选择系列，因为我这里是有5集的，还有3种编剧模式：助理编剧、专业编剧、顶级编剧。那我就选顶级编剧，它适合新的剧本、丰富剧情与精修对白的最高品质。OK， 点开始。会直接来到 AI 编剧助手这里，这里呢就是我刚刚贴上去的我的故事想法。那下一步它就让我确定我想要生成短剧的画风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 TalkView 这边有一个蛮方便的地方，就是它不只给我几种确定的风格去选择，而是整理了很多适合短剧、电影、动画的画风。像是 Live Action 里面就有比较偏电影感的，也有比较像短剧平台的风格。如果你要做都市情感、悬疑反转、职场剧，或者是那种比较接近真人短剧的内容， Live Action 会比较合适。另外也有一些比较强类型的风格，有西部片、荒漠犯罪、黑色悬疑、怪奇感、HBO 质感剧这类。这也是热门短剧风格了，像是做沙漠逃亡的、黑帮追杀的、复古惊悚的等等。动画那边也有很多选项，像 2D 动画、3D 动画、漫画风、定格动画、吉卜力感。如果你的故事本身比较幻想可爱，或者你不想被真人角色一致性限制，那动画风其实也很适合，像童话、奇幻冒险、可爱怪物、校园动漫，这些就可以往动画类型去试。我的角色虽然有电子面罩，但它不是纯动画角色，它更像是出现在真人世界里的一个奇怪清道夫，所以我会在 Live Action 里面选择这个现代微型剧。再往下就是基础设定，我有5集短剧，所以我会选多集短剧内容。我觉得纵向会比较合理，尤其是我的这个故事本身不是要做院线感，而是偏短影音平台手机观看。接下来就是手机时长的确定，还有后续单集时长，这个就是根据自己的故事来了。我建议大家把手机的时长设得长一些，后面每集的时长设稍微短一点点。我是想让他有一点时间，在第1集就去交代清楚角色，他是谁，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电子面罩表情为什么有趣。那后面每一集我的设定是45秒，就可以更快的进入到每一集的任务里。语言这边可以选中文、英文、日本语等等，它支援非常多种语言。魅力尺度是什么意思呢？点开可以看到有全年龄、轻暗示、适度魅力、明显擦边、极致擦边。那这2个模式底下呢，可能造成部分的镜头无法生成。那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可以试一试给大家看。虽然是丧尸，但是这次我不是做血腥重口味的丧尸片，丧尸只是背景，真正重点是黑暗的幽默和角色反差，所以我就直接选全年龄。好，那还有一个叫自动审查优化，开启优化之后，生成大纲和剧本的时候 AI 会自动进行审查优化，但是呢，生成的时长就会增加了。我就先不打开，再来看看这里有更多创作定位设置。它可以确定受众，男性向、女性向、大众向，还可以自定义。那题材呢，它也有写了非常多的热门题材，吸血鬼、王室贵族恋、历史浪漫、韩剧式的爱情，核心情绪上头爱情、复仇爽感、高压悬念等等。背景职场、办公室、大学校园、医院、法庭、娱乐圈、片场等等。还有设定是什么？契约婚姻、秘密宝宝、隐藏身份、禁忌之恋。如果你不知道有哪些热门故事可以去拍，那你就可以参考这些来设定。OK， 那这些创作的设定我都先不选，我想让它按照我原本的设定来看看它会生成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点确认并开始制作。好，那这一步它已经帮我整理好了分级大纲，一共是5集，在左边可以查看，在右边呢也可以查看得到。像是刚刚我们做好的基础设定，可以点开最上面也可以查看。那这个 AI 编剧助手的流程也非常清楚，首先是我们视频的风格、画风还有时长的一些设定，接下来就是大纲和剧本，然后呢就是角色、场景和道具，最后再到整体的影片。
那我先来看一下，它根据我最初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做出来的大纲剧本是怎么样子的。第一集叫第一扇门，这个我觉得还蛮适合当开头。角色第一次站在感染建筑前面，这个新手清道夫明明很紧张了，却还要假装自己很冷静。他写到，面罩从冷静的现眼突然切成紧张汗滴，惊吓大眼，这个就有捉到我想要的角色反差。还有他理解到了我不是想要那种很严肃的丧尸大片，而是一个新手丧尸清道夫第一周上班。然后也有捉到我最在意的东西，角色不是靠讲话去演戏，而是靠电子面罩的表情变化。第一扇门就是对应我的第一集，我给他想法只是很简单的，他第一次进入感染建筑。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好的，就是他给我的大纲剧本里面，他会在每一集都有一个阶段目标和情绪节拍。像是这一集的阶段目标就是活着完成第一次进入感染建筑，情绪节拍的反差是他装作镇定，其实他的面罩表情就出卖了他。第二集是他第一次近距离面对丧尸了，这集我觉得也很合理，因为短剧的节奏就是要一步一步升级的。刚刚第一集只是进到建筑进门了，第二集就真的看到有丧尸，而且这里不是让他直接帅气去打怪，而是写他手忙脚乱，工具掉出来，最后被前辈救一下，这个就很像是新手会发生的事情，也比较有喜剧感。而且他真的很会取标题，像第二集的标题叫2公尺，是因为转角处与一只丧尸正面对上，距离不到2公尺，然后他就用这个2公尺来做标题了。情绪节拍是惊吓、笨拙求生、被拯救、节后微笑。同样，我最初给到他的想法也非常简单，就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的遇到了丧尸而已。那在这个地方也有对应这一集的时长45秒，第一集是60秒，第3集是他第一次自己完成清理任务。这一集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如果前2集都是被吓到，第3集就要让观众看到他有一点点开始成长了，不是突然变成英雄，而是他还是会很怕，可是他真的有把任务给做完了，这种小成长对短剧来说就够了。第4集就开始变有趣了，小丧尸跟着他，还模仿他的动作。这个标题叫小跟班。这集我觉得是最有记忆点的一集，因为如果整部都是丧尸追人就很普通了，但一直不攻击他，只是学他动作的一只小丧尸，这个就比较有黑色幽默，也比较能做出角色可爱的一面。从这里的阶段目标我可以看到，他面对该不该清除有犹豫了，他做出第一个违反常规的选择。在整个短剧里面，我觉得这样的冲突是能够加深观众对角色的认识的，还有对剧情的想法，这样你后续再拍下去的时候，观众就会很想要去追这部剧，甚至是这个角色所在的世界观都可以去设定，它都可以生成后面的剧集。第5集就是他第一次真正的勇敢，这个收尾也蛮合理，他不是突然变成超强战士，而是在害怕的时候还是选择往前一步。我觉得这个大纲已经达到了我这次想要测的方向。角色够不够清楚，每集的任务够不够简单，情绪变化有没有，而且呢，它的大纲里面没有乱加太多复杂的设定。对比我一开始丢进去的很简单的故事想法，TalkWheel的这个短剧工作室不只是真的帮我省了写大纲的时间，它更像是把一个模糊的点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可以继续制作下去的短剧企划。像是你觉得非常有意思，还没有结束，那你是可以点一下这里新增分集的，当然也可以细修去修改某一集的内容，那也可以光标直接点在这个地方，直接去编辑你的剧本。大纲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点大纲决定，接着生成角色场景和道具的设定。它会根据刚刚的5集大纲自动整理出角色、场景、道具设定。像5集短剧一共有4位角色、5个场景、3件道具，在右边对应的栏目下都可以看到角色长什么样，比如新手清道夫的外貌描述，还有他的性格都写出来了。配角有一个叫老莫的清道夫，
还有非常有趣的小丧尸这个配角，以及后面有一位受伤清道夫的一个角色。5集用到的所有场景，他也帮我整理出来了。感染建筑入口大厅，还有废弃公寓走廊，还有废弃的单人公寓和封锁区街道，还有清道夫集结点，这些都是后面影片生成会一直用到的场景。就算是很细节的道具，它也会帮我单独的列出来。区域清理通行卡，像是清理工具，还有清理短刀。我觉得这一部其实很像短剧开拍前的美术设定整理，它不是只是帮你想故事，而是把故事里反复会出现的元素先都列出来，让后面的影片生成比较有一致性。这也是我觉得 TalkView 这个编剧工作室比一般的聊天机器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如果只是单纯叫 AI 帮你写剧本，它可能写完大纲就结束了，但是真正要做成 AI 短剧，角色场景道具这些很麻烦的事情，如果全部都要自己整理生成的话，其实真的是很花时间的。如果你觉得它的描述方向是对的，没有问题，就可以直接点这里的生成。它也不是只给我生成一张图，而是同一个道具、同一个场景会有多个视角，后面去做分场的时候，做影片的时候就比较好接了。而且所有的道具、所有的场景，它的整体氛围是一致的，像是这个感染公寓封锁街道、清道夫基地，都有那种脏脏的、潮湿的、末日后还在运作的城市感觉。角色也是一样的，身高、头身比、体型、发型、面部特征等等，如果不是你想要生成的，那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去修改。像是你原本就有在经营一个固定 IP 角色的话，你可以选择这里的本地上传。那我没有，就直接按照它的描述来生成形象。我的这5集的短剧里面，一共就这4位角色。像我的这个角色，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电子面罩，所以我会特别看他生成出来的形象有没有捉到那种新手清道夫的感觉。不是要他很帅，也不是要像超级英雄那么勇敢，而是要有一点紧张，有一点笨拙又很认真的感觉。这个角色的可爱点就在这里了，整个人脸面罩发型是一整套的，它融合得非常不错，没有让我觉得是戴了一个假面罩感。而且表情框比较大，那他在做表情的时候，到时候在影片里面就会比较明显了。那如果你不满意的话，也可以点重新生成，也可以在提示词里面添加一些细节描述，比如说戴上帽子，戴上一个红色的围巾，这样的角色设计就会让观众更加有记忆点。直接修改好提示词之后呢，也是重新生成就 OK， 而且你是可以随时回到之前的版本的，点选哪个版本，后面的分镜影片它就会按照哪个版本的角色外貌来去生影片。有了角色的图片，我一下子呢就更清晰我这个故事的设定了。在末日事件里面，人类其实有发明了一种给新手清道夫用的防护面罩，它可以保护你进到感染区里，但是呢它也会把你当下的情绪直接显示出来。像是如果你的情绪是需要别人帮助，那老莫前辈就会出现。接下来他会跟老莫前辈、小丧尸还有受伤的同事一起展开这个故事。所以这部短剧我暂时就叫它新手清道夫07号。因为刚刚我有调整过角色，或者如果你们制作的时候有新增的角色或者改变了场景道具，那它就需要重新再确认一下分场剧本。像是现在它已经把5集都列出来，第1集是60秒，后面几集都是45秒，而且每一集都会有对应的 bits 数，也就是这一集大概会拆成几个小段落。这个对后面生成影片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是一整集直接丢给 AI 生成完。CDS 2.0 目前最长是15秒，所以一集的短剧呢，其实是会被拆成好几段来做的。比如第1集60秒，可能也就是4个15秒左右的段落，那就对应上4 bits。那下面的都是45秒一集，对应的就是3 bits。
大家也不需要担心一集分成3个小段来去生成会不会有角色不一致、场景不一致、道具不一致的情况，因为角色、场景还有道具我们刚刚都已经完成了它的生成图像。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丧尸伏笔闭环，第3集角落的一个小身影，第4集镜像模仿喜剧，第5集用脑袋瓜冲出来救场，完成角色意义的升华。大家看这个小丧尸呢，就可以知道它会出现在3集里面。所以 TalkView 的这个 AI 编剧助手，它就是专门去做多集短剧里面同一个角色、场景、道具一致性的。OK， 那这些前置的素材呢，全部都已经准备好，我们就可以直接一集一集的点到这里进入视频制作。第1集会用到的素材就是新手清道夫，也就是我们的主角，还有用到的场景是感染建筑，那还有一个是这个清理许可的一个区域清理牌。下面这一部分呢，就是提示词，我们不需要管了，因为它就是照着刚刚的剧情大纲去做这个提示词的。你就可以设定这个段落用到的影片生成模型，还有影片时长是15秒，已经固定住了。清晰度 720p 和 1080p， 那可以生成1则、2则，最多4则影片。那清晰化呢，我们也可以打开，那也可以后期再去调整。现在就可以点击生成视频来生成这个场1。那第1集一共60秒，也就是场1、场2、场3、场4，我们都可以依次去生成。OK， 那直接生成影片。你也可以先去生成分镜预览图，看看这15秒它用到了哪几个分镜，如果不满意的话再去改那些分镜。当然也可以像我刚刚一样，直接就点生成影片。场1生成好之后，点开这里场2，那首先也是确认一下提示词用到的场景对不对，角色也是新手清道夫，因为他在场1的时候走进到了这个废弃公寓里面，他开始使用他的工具短刀，同样是点生成影片。再来就到场3，场3用到的场景就是这个单人公寓，也就是前面的场2，他走进的这个废弃公寓的走廊，然后就进到了某一个单人公寓里面，也就是场3的这个公寓。那所以这2个场景其实是可以续写的，那我就会打开这边续写场景。这个续写场景开启之后，这个镜头也就是场3的镜头，它就会跟场2的直接接上了。但是其实我也不建议把场1、场2、场3、场4全部都用续写场景这样去写，因为像是场1的话，可以直接先播给大家看一下。没事的，第1天而已。像场1的这个开头，我的角色是站到了感染建筑入口大厅，准备要走进去了，进到废弃公寓里的走廊里面。那可能整个画面如果你要续写的话，就只是在走路而已，这种情况就不适合场2去续写场1的场景了。OK， 来看一下他进到废弃公寓里面发生了什么。专业冷静，专业冷静，冷静。是我自己的影子，这个工作到底谁要做啊？又害怕又不得不勇敢地走进公寓里面。像是提示词我们也可以去改的，像是他刚刚的口播内容就是专业冷静，专业冷静。那你如果不喜欢这些内容，你就直接去 delete 掉它。像是这个画面，它脸上会有3个符号，那如果我觉得太多了，我只打1个，那我就把2个删掉，就剩下这1个。往下它后面还说了，是我自己的影子，这个工作到底谁要做啊？这些全部都可以修改，包括提示词，你觉得哪里不符合你的想法都可以去调整。那如果整个影片生成出来的效果不满意，或者像我刚刚这样我有改动的话，那就直接再点一下生成视频。那要确定一下你这个光标是点在了这个场2这边。 OK， 那我就重新生成一次看看。在右边可以看到你生成过的一些版本，你可以随时切换成你最喜欢的那一版。
OK， 来看一下第二版的效果。专业冷静，专业冷静。是我自己的影子。这个工作到底谁要做啊？ OK， 这一版我觉得没有问题。那场3呢，我刚刚已经打开了续写场景，它就会接续场2继续拍下去。点生成视频，那我就按照这样的操作，把场3、场4这总共4个分镜全部都生成好了。那我们可以每一段的进行播放去检查，也可以点一下这里，把单段播放切换成全篇播放，也就是全篇第1集第1扇门4个分镜，总共60秒的时长。没事的，第1天而已。专业冷静，专业冷静。是我自己的影子。这个工作到底谁要做啊？第1间清完了，也没那么可怕嘛。什么声音？ OK， 右上方点汇出就可以直接合并影片汇出，也就是这一集整个时长60秒1分钟的影片一并汇出。每一场除了可以像刚刚那样去改提示词，也可以调整素材。点一下加号，可以找到这个剧里面我们前面生成好的所有角色、场景和道具素材，也可以本地上传。即使你忽然有了新的想法，也不需要担心说没有办法去修改调整。如果你要引用上面的素材的话，点到你需要引用的位置，然后点一下这里有个引用键，它就会出现所有素材让你去选了。那第1集的4个分镜，一共1分钟的一个影片时长，我全部都做好了，我就可以返回到工作台这里。工作台就是左边是 AI 编剧 Agent 助手，右边呢就是大纲、角色、场景、道具。刚刚我们做第1集的时候是点到这里进入视频制作，那我们可以开始做第2集。那在做第2集之前呢，先告诉大家，在这里也可以查看第2集，来编辑第2集的剧本。点开你可以看到有场2-1、场2-2，还有场2-3。也就是第2集是45秒，然后它帮我分成了3个分镜，每个分镜也是15秒。那这里呢就相当于是提示词了，那你可以直接去修改，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那就可以直接进入视频制作，就可以参照我第1集的制作流程来做第2集的影片，依照顺序去把场1、场2、场3都生成出来。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打开项目画板，这个其实就是我这个故事项目的一个画板，它所有我这个项目所生成出来的角色图片、场景、道具，还有包括每一集生成的分镜场景，它都会集中到这个 board 里面。这个我觉得对短剧专案很有用，因为你做一部短剧不会只有1张图或一段影片，你会有角色图、场景图、道具图，每一集的分场影片，如果全部都分散，后面可能很难管理。但放在这一个项目 board 里面，它就可以一次看到这个专案的所有素材。跑完整个流程之后，我觉得 TopView 这个短剧工作室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它多了一个影片生成的入口，而是它真的把 AI 短剧拆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制作流程。以前我们可能是想到了一个画面，就直接丢提示词去生成了，但短剧不是只有一个画面而已，它需要角色、场景，需要道具，还要每一集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任务和情绪的交代。像这次我一开始只是给他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一个第1天上班的菜鸟丧尸清洁员，脸上的电子面罩会把情绪全部显示出来。
TopView 就帮我把这个故事想法拆成了5集大纲，整理了所有的角色、所有场景、所有用到的道具，最后再进到影片制作里，一段一段生成出来。我觉得这也比较符合现在 AI 影片的做法，不是要一开始就想做出超复杂的大场面，而是先把角色设定给设定清楚，每一段都只做一件事，这样成功率就会高很多。而且如果某一段你不满意，你是可以直接去改提示词、改台词、改面罩、表情等等细节，再重新生成那一小段就 OK， 不需要整集全部重来。想要尝试做 AI 短剧的话，可以点开我这个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里面的相关链接，去试试符不符合你的工作流程。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这类 AI 工具实测，也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没事的，第1天而已。而已。专业冷静，专业冷静。是我自己的影子，这个工作到底谁要做啊？第1间清完了，也没那么可怕嘛。什么声音？去，走开！他在学我。你干嘛一直学我啊？你在这儿多久了？算了，随便你，走了。